Git 上的文档是学习的总入口，那么我们怎么去下载到 Git 上的资料呢？这里我来演示一下。首先你得去安装一个 Git 工具，你可以打开这个网址 Git for Windows，Git for Windows， 记住这个网址。好，你可以去下载到这些工具。如果下载太慢的话，你可以在百度上搜索 Git Windows， 你看有各种各样的工具，这个工具比较好用一点。你可以打开它，把这个工具的名字给记录下来，在百度上搜索这个程序的名字，这样下载会比较快一点。在 CCDN 上都有这些软件。安装好之后，你就可以去启动 Git Bash。注意了，在 Git Bash 里面可以使用各种命令，这些命令是跟 Linux 是一样的。就比如说 cd-f 盘，你看这个杠跟 Windows 里面的杠是方向相反的，它没有冒号。你想进入 F 盘，杠 F 就可以了。然后执行 git clone 命令，去下载 Git 仓库。Git 仓库的地址是哪里呢？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官网，官网里面资料下载，里面有这个 Git 仓库的地址，把它复制下来 ，git clone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它就会启动下载。等下载完之后，在 F 盘目录下面就会有这么一个文件夹。来看看 F 盘，下载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得到各种文件。我事先已经在1盘下面下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对于每个板子，里面都有一个开发手册，你用哪个板子就用哪个开发手册，根据这个开发手册的介绍，从头做到尾。你要首先去下载到百度网盘里面的各种工具，里面有虚拟机、有芯片手册、有原理图等等，你可以去下载。下载完之后，按照文档来安装。这里我就不演示怎么去下载百度网盘里面的各种工具，怎么去安装虚拟机了。如果你想了解的话，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，你可以打开我们的官网 3w.100ask.net， 你看在嵌入式 Linux 全新系列教程里面有个第2篇环境搭建，里面介绍的比较清楚，怎么去安装运行月光图，怎么执行一些 Linux 的基本命令，怎么去安装软件等等都有所介绍。当然，这个安装软件的时候，它里面去下载到 Linux 内核时，你可以不用去操作。在下一节视频里，我会教大家怎么去下载到鸿蒙的源码，在文档里面也都有介绍，文档里面也有介绍怎么去下载源码，怎么去打补丁。总之，你先去安装一个 Git， 使用 Git 来执行这样的命令，就可以下载到我们的文档了。至于第2，怎么去安装虚拟机，怎么去打开月光图，你可以看文档。你用哪个板子就看哪个文档，也可以看视频，视频都在这里面清清楚楚。好，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鸿蒙。以下的操作，强烈建议大家按照文档来操作。就比如说，你用的是6611板子，就看这个文档；你用的是157的板子，就看这个文档。我们先以6611为例来看一看。打开这个手册，体验鸿蒙。好，第1章从头往下看就好了。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驱动程序的安装我就不演示了，因为我之前已经装过了。6611这里面开版配套资料里有软件，有烧写工具，把它打开。这个板子呢，我已经接了2条 USB 线，一个是串口，一个是 USB 下载线，接好了电源，并且这个启动开关，红色这个启动开关，根据背后的适应，我把它设置成了 USB 启动。好，上电。我事先已经装好了驱动程序了。打开串口，
选择鸿蒙，下载到内存并启动，点击一下就可以了。再注意一点，如果你开了虚拟机的话，虚拟机有可能会去接管这些 USB 设备，这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，文档里面也有说明。看，已经启动了，瞬间进入鸿蒙系统。这时候你可以来执行各种命令 ，help 命令来查看有哪些效命令，也可以来 ls bin 目录下面有哪些应用程序，你可以来执行数码相关的应用程序，使用.bin，你不能够用绝对路径，我也不知道原因，以后再来查吧。.bin digit 回测，这就是数码相关的程序。这是以前我录制的视频里面的程序，跟鸿蒙没有关系，因为鸿蒙的 UI 子系统还没有发布，或者说还没有办法在6.2上使用，所以说我只是自己写了一个程序来演示一下。鸿蒙是 POSIX 接口的，以前为 Linux 开发的应用程序可以直接编译后在鸿蒙上跑。好，这就是简单的演示。你还可以把它烧写到 eMMC 上去，只不过这个烧写功能还有待改进。对于 Pro 版，对于 IMS6ULL 的全功能版，你烧写之后再切回 Linux 就有点麻烦，所以说建议大家先下载到内存并启动吧，以后我再来完善它。好了，这节视频我们演示了怎么去下载入口的资料，演示了这鸿蒙的运行效果。大家注意了，这个 GUI 不是鸿蒙的啊，这 GUI 比较丑，鸿蒙不背这个锅。好了，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。